外孙百日宴，我发88000红包。女儿回了9个字，我立刻把钱要了回来。真是好大的手笔啊！88000，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赵奶奶听到亲家母的感叹，心里甜滋滋的，脸上却故作平静。她看着女儿脸上勉强的笑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正当宴席上其他亲朋好友还在惊叹这份厚礼时，赵奶奶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她低头一看，是女儿发来的消息，短短9个字，却让她如坠冰窟，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一股怒火从心底燃起。赵奶奶站起身来，大步走到女婿面前，伸出手，把钱还给我。满堂宾客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赵芳今年已经65岁了，依然保持着一副利落的身材和精神抖擞的状态。作为退休教师，她的生活节奏井然有序，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先是在小区里快走半小时，然后回家准备一份简单而营养的早餐。上午跟着广场舞大妈们跳跳舞，下午看看书，跟老姐妹们聊聊天，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可是今天这个平常的周五，赵芳的心情格外不一样。凌晨5点，闹钟还没响，她就醒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装了个小马达似的突突直跳。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女儿张月要从上海回来了，还要带着她那个宝贝外孙，3个月零5天了。她轻声念叨着，这是外孙的确切年龄，也是她心心念念的日子。自从女儿生了孩子，她就天天盼着这一天。赵芳一咕噜爬起来，顾不上晨练了，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大扫除。他像个年轻人似的在家里忙活开了，客厅的每个角落都擦了一遍，连平时够不着的吊灯都搬着椅子擦得锃亮。卧室里重新铺了床单被罩，还是去年张月回来时特意买的那套粉色小碎花。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全部重新洗了一遍。不行不行，这个位置不安全。他看着客厅的茶几，自言自语道，万一小宝贝会爬了，磕着碰着可怎么办？说着就开始挪动家具。客厅被他重新布置了一番。忙活到8点，赵芳觉得差不多了，拎着购物袋就往菜市场赶。今天可不能像平时那样随便买点青菜萝卜，得买最好的最新鲜的。菜市场里，赵芳是老顾客了，摊主们都认识她。赵老师，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卖肉的老王头正在剁排骨，看见他笑呵呵地打招呼。我女儿今天从上海回来，带我外孙。赵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得给他们做点好的。哟，那可是大喜事。老王头立马放下刀，排骨要不要？新鲜着呢，刚进的货。要，给我来2斤，挑瘦点的。赵芳一点都不心疼钱，我女儿坐月子呢，得好好补补。接着他又去了蔬菜摊，卖菜的张大姐正在整理白菜，看见赵芳大包小包的，好奇地问，老姐姐，今天买这么多菜，家里办喜事啊？比办喜事还高兴呢。赵芳掏出手机，翻出外孙的照片给张大姐看，你看看我外孙多水灵，3个月了，白白胖胖的，哎呀，真俊，这眼睛像他奶奶，有神着呢。张大姐夸着，手里也没闲着，专门挑最嫩的菜给赵芳装袋，小白菜给你多装点，孕妇吃了好。买完菜，赵芳的2只手都被购物袋的绳子勒出了红印子，但她走路还是带风，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刚进单元楼，
就碰上了住在2楼的王大妈。王大妈正拎着个热水瓶，准备下楼打水，看见赵芳这架势，立马停下了脚步。老赵，你这是要搞什么大工程啊？邻居王大妈探头进来，笑眯眯地问道。赵芳头也不抬，手里忙着摘菜。我女儿今天回来，带外孙来见我呢。哟，那可是大喜事啊！王大妈一屁股坐在了赵芳家的沙发上。你那女儿多久没回来了？快1年了吧？赵芳的语气里有一丝说不出的复杂。自从她跟着那个上海男人结婚后，就很少回来了。城里人嘛，忙。王大妈随口安慰道。不过这次带孩子回来，总算是有良心。你准备给外孙包多少红包啊？赵芳停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王大妈见问不出什么，又东拉西扯了一阵子，这才依依不舍地走了。赵芳送走了邻居，回到厨房继续忙碌。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女儿张月的样子，那个从小就倔强、聪明，却总是跟自己不对付的女儿。张月从小学习就好，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后来又被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录取。赵芳和老伴儿虽然都是普通的中学老师，但家教甚严，对女儿的要求极高。张月争气，事事都做得出色，唯一让赵芳不满意的就是她那倔脾气，做事太有主见，常常不把父母的话当回事。大学毕业后，张月留在了上海工作，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林志明。林家是上海本地人，家境殷实，父母都是高知。赵芳一开始并不太看好这门亲事，倒不是嫌弃对方家庭条件好，而是担心女儿嫁到那样的家庭会受委屈。但张月态度坚决，赵芳和老伴儿也只能同意。婚后，张月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在老伴儿3年前因病去世后，赵芳感到女儿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叮咚门铃声打断了赵芳的思绪，她赶紧擦干手，小跑着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一家3口，女儿张月，女婿林志明，还有被林志明抱在怀里裹在蓝色小被子里的外孙林朗朗。妈！张月喊了一声，主动上前抱了抱赵芳。赵芳有些受宠若惊，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亲近地叫她了。快进来，快进来！她连忙招呼着一家人进门，眼睛却一直盯着外孙。妈，这是朗朗，刚满3个月。张月小心翼翼地从丈夫怀里接过孩子，递到赵芳面前。赵芳激动地接过小外孙，只见他白白胖胖的，眼睛又大又亮，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老人。哎呦，真是个漂亮娃娃！赵芳爱不释手地抱着外孙，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妈，你别抱太久，孩子还小，容易累。张月提醒道。赵芳有些不舍地把孩子还给了女儿，然后热情地招呼女婿：“志明啊，快坐坐，你们路上累了吧？我做了些家常菜，你们先吃点，休息一下。”林志明笑着点点头：“谢谢妈。”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赵芳张罗着把准备好的菜一一端上桌。她特意做了女儿最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鱼，还有几道小时候女儿常点名要吃的家常小菜。妈，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张月尝了一口红烧肉，由衷地称赞道。赵芳笑得合不拢嘴，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一顿能吃半碗饭呢。饭桌上，林志明主动询问起赵芳的近况，态度温和有礼。赵芳对这个女婿的印象越来越好，虽然是城里人，但没有一点架子，说话做事都很体贴。妈，我们打算下周在这边办朗朗的百日宴，
张月突然说道：“已经在明珠大酒店订好了场地，请了爸妈那边的亲戚，还有我们在这边的一些亲友。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赵芳一愣，这么快就定下来了？时间紧，我们提前做了安排。张月解释道：“志明爸妈也会过来，到时候大家聚一聚。”好，应该的。赵芳连连点头，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女儿办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都没跟自己商量。但转念一想，女儿是为了省她的心，而且能把百日宴安排在老家办，已经很给她面子了。赵芳也就不再纠结。妈，我们想请您帮忙联系一下这边的亲戚，特别是爸爸那边的。张月继续说道：“我们有些联系不上了，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赵芳拍着胸脯保证，突然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饭后，张月和林志明带着孩子去休息了。长途跋涉确实让一家人都有些疲惫。赵芳一个人收拾着餐桌，心里盘算着百日宴的事情。他打开了自己的存折，看了看那笔已经准备好的钱，88000元整。这是他这些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大部分积蓄。这孩子是我看的第一个外孙，这份礼一定要重。赵芳自言自语道。接下来的几天，赵芳忙得不可开交。她一边帮着联系亲友，一边准备自己的衣着打扮，还要时不时帮张月照看一下小朗朗。虽然忙碌，但赵芳心里乐开了花。多少年没感到这么充实了。妈，这件衣服您穿着怎么样？张月拿着一件淡紫色的旗袍风格连衣裙，站在赵芳面前。赵芳接过来试了试，惊喜地发现非常合身。这衣服真好看，在哪买的？网上买的，专门给您挑的。张月笑着说：“妈，您这身材保持得真好，穿上特别精神。”赵芳被女儿难得的夸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哪有那么好？人老了就是老了，不老，一点都不老。张月认真地说：“您跟小区里其他奶奶比，简直年轻10岁。”母女俩难得的有了一些亲近的时刻。赵芳忍不住问道：“月月，你和志明在上海过得怎么样？”张月的表情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挺好的，就是房贷压力有点大，加上现在有了朗朗，开销也大了不少。如果有什么困难，跟妈说。赵芳试探着说：“妈这里还有些积蓄，不用了。”妈，张月果断地打断了他：“我们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倒是您一个人在这边生活，要多注意身体。”赵芳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点点头。他感觉女儿似乎有什么心事，但又不愿意对自己吐露，这种距离感让他感到有些失落。晚上，当张月和林志明带着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赵芳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翻看着家里的老相册。照片里有张月从小到大的成长瞬间，有他和老伴的合影，还有全家福。看着看着，赵芳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老头子，你要是还在，该多好啊！赵芳轻声呢喃着，擦了擦眼泪。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赵芳赶紧整理了一下情绪，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林志明的父母林晓峰和周小燕，他们提前1天来到了这座小城。哎呀，你们来了，快请进！赵芳连忙招呼道。周小燕是个保养得体的中年女性，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出入高档场所的那种太太。她微笑着递给赵芳一盒精致的礼品：“赵姐，这是我们带的一点心意，请收下。”赵芳有些受宠若惊，连忙接过来：“这怎么好意思呢？你们来就来了，还带什么礼物？”林晓峰是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子，说话温和有礼，
应该的，应该的，打扰您了。赵芳把林家二老请进客厅，倒了茶水，几人寒暄起来。虽然之前在女儿婚礼上见过，但那时场面大，没怎么深入交流。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单独相处，赵芳反而有些不自在了。赵姐，听说百日宴的事情，多亏了您帮忙联系亲友，真是辛苦您了。周小燕笑着说。赵芳连连摆手，这有什么辛苦的，应该做的。我们家志明和月月平时工作太忙，照顾孩子也不容易。林晓峰叹了口气，这次回来也是想让孩子多亲近亲近两边的老人。赵芳点点头，是啊，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好过多干涉。赵姐说得对。周小燕赞同道，不过我们家志明倒是常说，要是能把您接到上海去住一段时间就好了，可以帮着照看孩子，您自己也能轻松些。赵芳心里一动，是吗？志明有怎么说过？当然了，志明很尊重您。周小燕笑着说，不过上海的房子小，可能住着不太方便，等以后他们换大房子了，一定要请您去小住。赵芳笑着应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女婿有这个心思，女儿怎么从来没提过？难道是女儿不愿意？正想着，张月一家三口回来了，看到两家老人坐在一起，张月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招呼父母坐下休息。爸妈，你们路上累了吧？要不要先去酒店休息？张月问道。周小燕摆摆手，不急，跟赵姐聊得正开心呢。张月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婆婆，表情有些复杂。林志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赶紧岔开话题。对了，明天的百日宴还有些细节需要确认，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吧。一家人开始商量百日宴的各项安排。赵芳看着女儿和女婿与林家父母的互动，总觉得有些微妙的气氛在里面，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夜深了，林家父母告辞回酒店休息。送走他们后，赵芳忍不住问女儿：“月月，志明父母看起来挺好相处的，是吧？”张月正在收拾客厅，头也不抬地答道：“人是挺好的。”赵芳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心里的疑问。志明妈妈说，志明想请我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帮忙照看孩子，这事你知道吗？张月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知道，不过我们那边房子太小了，住不下那么多人，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赵芳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但他心里已经明白了，女儿并不想让自己去上海，这个认知让他感到一阵刺痛。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孩子有孩子的生活，不要太计较。他在心里安慰自己。第二天一早，赵芳就起床准备今天的百日宴。他特意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还戴上了老伴生前送给他的那条金项链。这在他看来是最隆重的装扮了。妈，您今天真漂亮。林志明看到赵芳，由衷的赞美道。赵芳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哪里，老太婆一个，漂亮什么啊？志明说的对，妈，您今天特别精神。张月也笑着说，然后递给母亲一个小盒子，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礼物，您看看喜欢吗？赵芳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致的翡翠耳环，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这太贵重了吧？赵芳惊讶地说。不贵重，妈。张月柔声道，您辛苦了一辈子，应该享受点好东西。赵芳心里一暖，小心翼翼地戴上了耳环。她走到镜子前照了照，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好看，谢谢你们。张月看着母亲开心的样子，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妈，
一会儿到了酒店，您就负责抱着朗朗，接受大家的祝福就行，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处理。赵芳点点头，心里却暗暗地想，今天可是我外孙的大日子，我这个外婆自然有自己的重礼要送。明珠大酒店是这座小城最好的酒店之一，百日宴安排在2楼的宴会厅。当赵芳一家到达时，大厅已经布置得喜气洋洋，气球、彩带、鲜花，还有一个写着林朗朗百日快乐的大横幅，布置得真不错。赵芳赞叹道。林志明笑着说，都是月月的功劳，他提前1周就开始安排这些了。张月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主要是想给朗朗留下美好的回忆。赵芳看着女儿，心里有些感慨，女儿从小就是个心思细腻、做事认真的孩子，这一点倒是随了她父亲。只是自从嫁到上海后，女儿身上多了一种距离感，让赵芳总觉得有些陌生。很快，宾客们陆续到来，有赵芳这边的亲戚，有张月的老同学，也有林家在当地的一些亲友。赵芳作为外婆，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赵老师，恭喜啊，外孙百日，喜事一桩。赵芳的老同事王老师笑呵呵地说。赵芳笑得合不拢嘴，谢谢，谢谢，来抱抱我们朗朗。小朗朗今天穿着一套红色的小唐装，衬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被抱在外婆怀里。他好奇地看着周围的陌生人，时而咿咿呀呀地叫几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林家的亲友也都过来打招呼，态度热情。赵芳虽然有些拘谨，但也尽量表现得大方得体。赵姐，今天您可是主角之一啊！周小燕走过来，笑着说。赵芳连忙摆手，哪里哪里，主角是朗朗这个小家伙，外婆也是主角啊。周小燕亲切地说。没有您，哪有我们的小朗朗呢？这话说的赵芳心里美滋滋的，对周小燕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随着宾客的到齐，百日宴正式开始。首先是林志明致辞，感谢大家的到来，然后是一些简单的仪式和游戏环节。赵芳看着女儿和女婿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一阵欣慰。下面有请朗朗的外婆赵老师上台，给大家说几句话。主持人突然宣布道。赵芳一愣，没想到还有这个环节，她有些慌乱地看向女儿。张月对她点点头，示意她上台。赵芳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面对台下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她的心跳加速了。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赵芳的声音有些颤抖。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外孙朗朗的百日宴。作为外婆，我今天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说着说着，赵芳的眼眶湿润了。她看着台下的女儿和女婿，还有被抱在林妈妈怀里的小朗朗，一时间百感交集。我女儿月月从小就懂事优秀，如今又给了我这么可爱的外孙。我知道她和志明在上海工作生活不容易，养育孩子更是不易。作为母亲，作为外婆，我能做的不多，但我希望尽我所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赵芳停顿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高高举起。今天我要送给我的外孙一份特别的礼物，88000元整，希望这笔钱能为朗朗的成长提供一些帮助，也表达我这个做外婆的一点心意。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和掌声。88000元在这个小城来说可不是小数目，特别是对于一个退休教师来说，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积蓄。赵芳看到台下女儿震惊的表情，心里有一丝得意。
他知道女儿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积蓄，今天就是要让女儿知道，他这个母亲并不是那么无能，也是可以为外孙做点什么的。张月站起身，走上台去，从母亲手中接过红包，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谢谢妈，他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赵芳拍了拍女儿的手，笑着说：“这是应该的，朗朗是我的第一个外孙，这份礼物妈早就准备好了。”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赵芳环顾四周，看到林家父母脸上赞许的笑容，看到亲友们投来的敬佩目光，心里别提多自豪了。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张月把红包递给了林志明，然后拿出手机，快速地打了几个字。林志明看了一眼手机屏幕，表情微微一变，随后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赵芳的心突然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回到座位上，赵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掏出来一看，女儿发来的短信只有9个字，却让她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股怒火从心底燃起。赵芳站起身来，大步走到女婿面前。宾客们察觉到异样，交谈声逐渐停止。林志明这3个字如惊雷般炸响，整个宴会厅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林志明一脸错愕：“妈，这是怎么了？”赵芳死死盯着他，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烧成灰烬。他颤抖着举起手机：“你问我怎么了？自己看。”说着，他猛地将手机对到林志明面前。当他看清手机内容时，彻底傻眼了。“把红包还给我！”赵芳提高了声音，脸色铁青。张月赶紧走过来，拉住母亲的手：“妈，您这是干什么？大家都看着呢。”“我不管。”赵芳甩开女儿的手，执意要拿回红包。“这钱是我的，我有权收回来。”场面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林家父母也匆匆赶过来了解情况。“赵姐，有什么误会我们好好说。”周小燕小声劝道。赵芳却充耳不闻，只是固执地伸着手：“红包还给我。”林志明无奈，只好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包，递还给赵芳。赵芳一把抓过红包，紧紧攥在手里，眼里含着泪水，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愤怒。张月脸色煞白，急忙跑过来想要拉住母亲：“妈，您这是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有话回家说。”“回家！”赵芳猛地甩开女儿的手，声音尖锐得如同利刃：“我还有家吗？我还有女儿吗？妈，我们出去说好吗？”张月把母亲拉到一旁。赵芳冷笑一声：“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已经很清楚了。”说完，他转身就往外走。“妈！”张月喊道，想要追上去，却被林志明拦住了：“让他冷静一下吧。”林志明低声说：“你先照顾好客人，我去看看妈。”张月点点头，强忍着泪水回到宴会现场，向宾客们道歉解释，说是有些小误会，请大家继续用餐。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百日宴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林志明追出大厅，在酒店大堂的一角找到了赵芳，他独自坐在那里，手里紧握着那个红包，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妈！”林志明轻声叫道，在赵芳身边坐下。赵芳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志明，你回去吧，别管我了。”“妈，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林志明小心翼翼地问道。赵芳摇摇头，不愿多说。林志明叹了口气，知道此时不宜多问，只好安慰道：“妈，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误会，等宴会结束后我们好好谈，好吗？”
赵芳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林志明又劝了几句，见劝不动，只好先回到宴会现场。剩下的宴会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着。张月强装笑容招待客人，林家父母也尽量弥补尴尬的场面，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今天的百日宴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插曲彻底破坏了。宴会结束后，张月和林志明急匆匆地赶回赵芳家，他们担心赵芳一个人在家情绪不好，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推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林志明打开灯，只见赵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妈，张月轻声叫道，走到母亲身边。赵芳冷冷地看了女儿一眼，然后移开视线。宴会结束了，结束了。林志明回答。妈，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赵芳没有反对，只是沉默地点点头。林志明和张月在他对面坐下，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最终，赵芳打破了沉默。月月，你给我发的那条短信是什么意思？张月深吸一口气。妈，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赵芳冷笑一声。你写得很清楚啊，钱先存着，以后再给他。怎么，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会把钱要回去的人吗？你怕我年纪大了改变主意吗？张月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妈，我不是不信任您，那是什么？赵芳的声音提高了。我把积蓄拿出来给外孙，是真心实意的。你倒好，转眼就想着怎么防着我反悔。林志明赶紧打圆场。妈，月月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想说，孩子还小，这么多钱现在用不着，不如先存起来，等以后孩子大点再用。那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要偷偷发短信？赵芳质问道。而且为什么是给他，不是给朗朗？在你们心里，我送的钱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外孙的，是不是？张月和林志明对视一眼，一时语塞。赵芳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在上海买房子，经济压力大，我也理解，也愿意帮忙，但我希望你们能坦诚一点，如果需要钱，直接跟我说就是了。为什么要打着朗朗的名义？妈，张月终于忍不住哭出来。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没有想要您的钱，那是怎样？赵芳固执地追问。你给志明发短信说钱先存着，以后再给他，这个他是谁？不是我吗？张月抽泣着说不出话来。林志明见状叹了口气，决定坦白。妈，月月发的短信，他指的不是您，是我母亲。赵芳一愣。什么？是这样的，林志明解释道，我母亲前段时间也说要给朗朗一笔钱，大概5万左右，但因为他最近投资有些亏损，暂时拿不出来，我们怕他难堪，就没提这事。今天看到您给了这么大一笔钱，月月担心我母亲会感到压力，所以才发短信说先不要告诉我母亲这个数目，免得她勉强自己凑钱。赵芳听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向女儿，真的是这样？张月点点头，泪流满面。妈，我真的没有不信任您的意思，我只是不想让志明父母有压力。赵芳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她误会了女儿，还在那么多人面前闹了那么一出，让大家都难堪。对不起，赵芳低声说道，我误会你们了。林志明连忙说，妈，这不怪您，是我们沟通不够。张月抹了抹眼泪，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妈，其实我们最近确实有些经济压力，志明的公司前段时间裁员，他的收入少了一大半，我们的房贷还有20年，每个月都很吃力，再加上朗朗出生后，
各种开销。赵芳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你们怎么不早说？不想让您担心。张月低着头，我知道您退休金不多，生活也不宽裕，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赵芳看着女儿疲惫的脸，突然意识到女儿这些年在上海的生活或许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光鲜。月月，赵芳轻声说，妈有钱，不多，但能帮就帮。你们要是有困难，跟妈说，不要硬撑。张月点点头，眼泪又流了下来。那88000还是给朗朗的。赵芳坚持道，把红包重新递给女儿，但如果你们现在有急用，可以先用着，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还给朗朗就是了。张月和林志明相视一眼，都有些感动。谢谢妈。林志明真诚地说，不过我们不会动用这笔钱的，一定会完完整整地存给朗朗。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会克服。赵芳点点头，欣慰地笑了。她突然感到，今天这场风波虽然让人难堪，但却意外地拉近了她和女儿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早上，当赵芳起床时，发现张月已经在厨房忙活了。妈，我做了您爱吃的小米粥和油条。张月笑着说。赵芳心里一暖，坐到桌前。张月端上早餐，然后在母亲对面坐下。妈，有件事我一直想跟您说。张月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志明公司最近不太稳定，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个城市发展。有朋友介绍说，杭州那边机会不错。赵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那朗朗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说的。张月深吸一口气。如果我们决定去杭州，想请您也一起去。一方面可以帮我们照顾朗朗，另一方面您一个人在这边，我们也不放心。赵芳惊讶地看着女儿，你是认真的？当然。张月点点头。我知道您之前可能觉得我不想让您去上海住，其实不是的，只是上海那边房子太小，条件不好。但如果去杭州，我们会重新安排，一定会让您住得舒服。赵芳的眼眶湿润了。月月，你不嫌弃妈这个老太太碍事？妈，张月有些生气地说，您怎么会这么想？您是我妈啊，而且朗朗需要您，我和志明也需要您的帮助。赵芳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原来女儿并不是疏远她，只是有自己的难处。妈答应你。赵芳笑着说，不过你们要是去杭州，得先考察好，别冒险。张月点点头，我们会慎重考虑的。对了，妈，昨天的事别提了。赵芳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是妈误会你了。对了，你给我发的那条短信到底是什么？我后来把它删了，没仔细看。张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调出那条短信给母亲看。赵芳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着屏幕上的文字，钱先存着，明天再告诉爸妈具体数目，免得他勉强自己也拿这么多。看完这条短信，赵芳又是愧疚又是好笑。妈，您昨天到底看到了什么啊？张月忍不住问道。赵芳摇摇头，苦笑道，我看到的是钱先存着，以后再给他。我以为你们要把钱存起来，以后才打算给我，怕我反悔要回去。张月哭笑不得。妈，您想太多了，我怎么会那么想呢？是妈不好。赵芳叹了口气，昨天那么多人面前闹了那么一出，真是丢人。没事，已经过去了。张月安慰道，我已经跟亲友们解释清楚了，大家都理解。赵芳点点头，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场风波虽然闹得不愉快，但却意外地解开了他和女儿之间的心结。对了，妈，张月突然想起什么，我和志明商量过了，
如果去杭州的事情确定了，我们打算把朗朗的教育基金一起建起来。您给的88000，加上我们自己准备的一部分，再加上志明父母的，一起存进去。赵芳欣慰地点点头，好主意。不过钱的事不急，你们先把工作安排好。妈这边还有些存款，到时候一起帮衬。张月感动地看着母亲，妈，谢谢您。傻孩子，说什么谢？赵芳笑着拍拍女儿的手，咱们是一家人。屋外阳光明媚，新的一天开始了。赵芳看着厨房里忙碌的女儿，心里充满了期待。也许生活会有各种误会和波折，但只要心连着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那个因误会而收回又重新送出的88000红包，不仅仅是一份礼物，更是一座桥梁，连接起了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的心。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